作为我国古典文学中最巅峰的4大名著之一，《西游记》中各路神仙可谓是群魔乱舞。在《西游记》中登场的有名神仙多达360多位，这些大能们通常腾云驾雾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颇有几分姿色。按照神仙们的流派以及修行方式的差异，可以将他们划分为2个集团，一个是道教，另一个则是佛门。在道教体系中，位于权力最顶峰的就是三清四帝，与之相对的，在佛门的规则中，诸位佛祖就是权力的掌门人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《西游记》中到底有几位活佛闪亮登场，进入大家的视野了呢？他们之中究竟谁的资历最老，又是谁的规格最高呢？下面就由笔者带大家走进一下佛门的世界。一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也就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如来佛祖。他是《西游记》中出场次数最多，也是最有名气的佛祖。在整本书中，比较重大的出场有4次，而且每次出场都对情节的推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第1次，在孙悟空大闹天宫之时，如来佛祖及时出手，将孙悟空压在了五指山下，结束了这场规模宏大的闹剧。第2次，在真假美猴王之战中，孙悟空和六耳猕猴打得不可开交，并且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，上到天庭，下到地府，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分辨出他们的真假。直到如来出手，用雷霆手段镇压六耳猕猴，有惊无险地结束了2人的战争。第3次，狮驼岭之战中，金翅大鹏雕仗着自己法力高强，与孙悟空大战了一场，后来竟然还打上了一个佛祖那里。如来用自己的神掌亲自将金翅大鹏雕打回了原形，并帮助孙悟空师徒4人顺利度过了这一劫。最后一次，孙悟空师徒4人经历9980难，终于修成了正果。为了表彰他们的深厚功绩，如来亲自主持了对他们几个人的册封仪式。在《西游记》中，身为现在佛的如来佛祖是当之无愧的佛门现任最高领袖，而且如来佛祖并非只是太上老君那样的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，他是拥有实权的统治者。如来佛祖手下拥有大量的佛、罗汉、圣僧以及菩萨，其中尤其以4大菩萨最为出名，他们分别是文殊菩萨、观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以及普贤菩萨。不仅如此，如来佛祖本身也是西天世界里的战力天花板，无论是孙悟空、金翅大鹏雕、孔雀明王还是六耳猕猴，如来佛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服他们。特别是西天取经胜利结束之后，如来佛祖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大，势力范围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张。南无宝壮光王佛，南无宝壮光王佛，也就是接引佛祖，他在《西游记》中出现的篇幅很少，仅在接引唐僧师徒经过凌云渡时出现了短暂的惊鸿一瞥。《西游记》正文第98回中，由于灵山大雷音寺脚下有一个凶险无比的凌云渡，唐僧肉体凡胎，自然不敢以身犯险，就在师徒4人犯难的时候，接近佛祖划着一只无敌小船来到了他们的面前。原文如下：他3个跳起来站定，同眼观看，那船来的至近，原来是一只无底的船。行者火眼金睛，早已认的是接引佛祖，又称为南无宝壮光王佛。这是唐僧师徒4人最重要的一步。乘船渡过凌云渡之后，他们就算是正式脱胎换骨，立地成佛了。大家别看接引佛祖只在此出现了很小的一段，但其实他的地位是很高的。他在此的作用甚至可以称为是接引唐僧等人修成正果的引路人。在整个佛门体系中，接引佛祖的地位也很高。《西游记》原文结尾中曾经罗列了部分佛教重要人物的名单，接引佛祖比弥勒佛祖还要靠前，排在第7位。在佛门的重要典籍《无量佛经》中，接引佛祖甚至我们口中常说的阿弥陀佛，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，地位极其尊贵。东来佛祖，东来佛祖
一般意义上就是我们常说的弥勒佛祖，同时也被称为未来佛。东来佛祖法力同样十分强大，不仅如此，他还拥有许多顶级法宝，例如人种袋、金脑等。而且他手下的一个小小门童竟然都敢号称黄眉老佛，并且还能干出占领雷音寺、假扮如来佛祖的戏码。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侧面看出东来佛祖的力量强大。东来佛祖最终亲自出面制服了黄眉老佛，让孙悟空等人有了喘口气的机会。而且面对东来佛祖，孙悟空一改之前的桀骜不驯，竟然还用了弟子之礼。原文如下：行者见了，连忙下拜道：东来佛祖，那里去？弟子师回避了。万岁，万岁！佛祖道：我此来，专为这小雷音妖怪也。大家要知道，自称齐天大圣的美猴王孙悟空是非常骄傲的，贯穿整个西游记，也仅仅只有如来佛祖、唐三藏、观音菩萨、菩提老祖等寥寥几人受到了孙悟空的跪拜，玉皇大帝、太乙真人等道教尊者都没有这个待遇过。孙悟空见到东来佛祖竟然如此低声下气，可见东来佛祖真的地位很高。而且东来佛祖是如来佛祖钦定的接班人，在西游记结尾的名单中位列第8位。四南无燃灯上古佛，南无燃灯上古佛又被称为燃灯佛祖。燃灯佛祖在西游中有2次重要出场。第一次，西游记第5回中，孙悟空打乱了蟠桃盛会，偷走了蟠桃，还把御酒都喝了个精光。之后孙悟空开始撒酒疯，不知怎么的就走到了太上老君的兜率宫。此时的太上老君正在和燃灯古佛在3层的高阁珠灵台上论道。第二次，西游记第98回之中，唐僧众人取得了无字真经，但几人却并没有发现这个真相。好在燃灯古佛派白熊尊者告诉了他们这个事情，才让唐僧等人的努力没有被毁于一旦。原文如下：却说那宝阁上有一尊燃灯古佛，他在阁上暗暗地听着那传经之事，心中甚明。古佛吩咐道：你可做起神威，飞行赶上唐僧，把那无字之经夺了，叫他再来求取有字真经。燃灯古佛本为如来佛祖的前任，是过去佛，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燃灯古佛已经退居2线了，但他的影响力以及自身积攒的势力仍然不容小觑。每当佛教需要进行重大的作用或改革的时候，都需要获得燃灯古佛的首肯。所以当他看到传经不合理的时候，燃灯古佛才亲自出手了。在《西游记》的结尾之中，燃灯古佛位列第1位。燃灯古佛是当之无愧的资历最老、威望最高的佛祖。